好，回到節目，我們就來看這個日菲兩國呢，在台灣東部外海劃區談判所引發的爭議，到現在還是餘波盪漾，而且持續的發燒哈。那麼最新的進展呢，是中國大陸方面呢已經宣布對菲律賓的國防部長叫特奧多羅實施制裁。大陸外交部指出呢，將會禁止特奧多羅還有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國內地以及香港、澳門，禁止中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特奧多羅還有他的配偶、子女來進行任何交易、合作等相關活動。結果這個特奧多羅呢被制裁之後呢，也很強硬啊，他回應指稱說，他是因為揭穿了北京的欺瞞行徑才被制裁的。好，但是在這個問題上面呢，不得不說，美方的態度起人疑竇哈，因為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日本跟菲律賓三國呢討論了深化海事合作的領域，支持建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三方會協調對外援助、聯合行動跟演習，還有能力建設倡議啊。但這一番發言呢是只在新聞稿上面出現，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Russ。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有關於這個日菲說要劃區談判的事情，日本跟菲律賓是站在第一線的，美國是在後面的哈，但是沒有具體行動，所以你覺得美方真實的態度立場是什麼？其實我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美國的最重要的考量就是我剛剛說的，希望日本跟菲律賓是提升國防預算、國防相關的投資，這個是美國是非常 OK 很鼓勵的。那其他的在西太平洋的部署，當然美國的態度是美國優先了，所以美國第一個考量是不要影響到美國的權益。當然了，這個是大家是可以理解。那同時，其實我認為美國看這件事情，覺得也沒那麼重要。你這個行動，你這個談判，你達成什麼樣的協議，你的戰略位置或經濟的優勢等等，日後比以前有什麼差別嗎？我意思是說，找貿易方面或國防方面，你今天兩個國家，日本跟菲律賓達成什麼協議，那你的位置會比之前更好嗎？所以我認為美國覺得這個是有一點算是很可愛的動作，但是沒有那麼重要。另外，是不是因為美國也要考慮的是說年底習近平訪美的這個事情？我不樂觀，習近平真的會去美國。但是如果他真的去美國的話，我覺得最後的結果就是有點像川普去北京一模一樣。貿易方面會有一些共識，宣布一些購買的案件等等。但是在兩國的關係或大布局等等，會有很實質的變化，我覺得是沒有。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影響不影響，會不會影響習近平去美國？我覺得這不是美國最大的考量。邱老師，您覺得呢？因為我們剛才也聽到說，他們在這個美國啦，在新聞稿上面不斷強調，說是美日菲三方會好好的協調哈。這個就很奇怪，因為他們這個聲明其實中間有一個核心的概念，叫做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你一邊講自由開放，一邊在談日本跟菲律賓的 EEZ 叫什麼？叫專屬經濟海域。你怎麼可能在一邊自由的情況底下，同時又有專屬？很矛盾。所以我覺得美國被坑了。也許美國根本就壓根不知道日本跟菲律賓之前談的到底是怎麼樣，但是美國在最後一個時間就上車了，所以美國沒有任何後續動作。所以我們為什麼看這個聲明，就有點像以前就貼在牆壁上，好貼了就貼了，那有什麼作用不管它？為什麼？因為這個聲明裡面太奇怪。這聲明一方面講說，日本跟菲律賓跟美國我們共同都支持自由航行，但是日本跟菲律賓現在正在劃專屬經濟海域，專屬經濟海域是有排他性的，它並不是一個自由可以航行的地方，所以我也覺得，我看到這個新聞，其實我直覺我就覺得，會不會美國的某個是亞太司還是哪個幕僚被日本跟菲律賓坑了？先前沒有先打過照會。我覺得他根本沒有考慮清楚這個東西，而且這個聲明發的時候，甚至也許亞太司都不知道日本跟菲律賓對重新劃專屬經濟海域，結果日菲兩國的元首就共同的發表了這個聲明，對，就把這個事情給鬧大了啊。那現在呢，可以補充一下，我是覺得這個還有產生另外一個問題是，如果日菲有展開這個談判的話，那美國一定會被問到，那台灣呢？台灣的不管是國際的位或法律上的
密室等等這些問題，美國根本不想回答這些問題。你在講這個時候，我就想說，那美國會怎麼回應呢？就是根本不想回應。對。真的不想回應，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說这個劃區談判這件爭議哈，其實後續會不會演變成說，因為現在中國大陸也進來了哈，中方現在進來以後呢，會不會造成說幾方的對峙啊？那解放軍南部戰區在6月2號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他們宣布了就是湖北艦呢到南海某個海域呢展開實戰化訓練啊，過程當中呢也臨時加入了敵情還有損害管控這些特殊情況的操演。希望能夠更接近實戰環境，要測試的是艦艇作戰效能，還有官兵的應變能力。另一方面也看到菲律賓，他們的外交部海洋事務發言人最近就公開要求說，中國大陸應該要拆除在南海黃岩島上面所設置的新結構物，因為結構物的存在並沒有取得菲方的同意。這是侵犯了菲律賓的主權，所以大使，我們看到現在劃界談判，就日菲兩國自己決定了哈，這個風波現在越演越烈，然後呢，牽涉的區域現在也包括說台灣東部外海一直到呂宋海峽這一帶哈，這個事情跟我們剛剛提到南海最近局勢升溫的聯動性，您覺得中間的這個必然關係還是有什麼樣的關聯？我覺得這個最主要是這個大陸跟日本之間關係的緊張造成的，我想跟南海關聯不大，而且這次我們今天目前看到這一次的風波哈，獲利最大是中國大陸，那日本跟菲律賓打的是怎麼講？打的是空氣，那這個台灣是失了民心，為什麼呢？因為事實上這個所謂的專屬經濟區哈，它不是領海。它不是屬於這個，它還是屬於公海。只是在這個專屬經濟區裡面，它這個水面哈，這個海中的這些資源生物是屬於沿岸國家的所以這個東西一劃了以後，這個漁區過去最大是我們台灣漁民的漁區。那我們這個台灣的黑鮪魚，我們的旗魚，我們往這個鬼頭刀。我們這些很好吃的魚種都是在這個水域，而這個水域哈，我自己喜歡吃海產，很多人就要吃這個水域的魚，為什麼？因為台灣海峽比較污染，太平洋是比較乾淨的。對，人家說你要問一下，你到東部你就趕快買魚，那魚都很乾淨，範圍比較廣嘛。對，那所以現在變成就是說，大陸的海警船來了以後，他說我們這邊馬上就說，你不要答應大陸海警船對你的詢問了。結果大陸海警船問了200說多少船，台灣的船每一個都答應。為什麼呢？因為變成就是說，你現在台灣政府好像對那邊的權益你不在乎，那緊張的是我們台灣的漁民啊。那你今天解放軍的中國大陸的這個海警船跟他的軍艦進入巡邏以後，他對台灣這個漁民啊是一種受到保護的感覺。所以我說大陸就變成就是說抓到了一個很好的機會。那玉淵談天寫了說，這就落實了叫4個字，叫近海治理。也就是說治理的意思就我行使管轄權了，我有這個對這塊水域我的主權主張，那你不要來挑戰。可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行使管轄權，那這個行使治理就已經行使管轄權了。所以那因為你今天台灣的當局他們說，我表示肯定，人家來分你家裡面的東西，第一時間不但你表示先不反應，他反應之後還表示肯定，以後，那你以後我們這個漁民怎麼辦？他阿公的阿公的阿公就在這邊水域就捕魚，所以大漁場是我們台灣的漁場。對，你說你肯定把這漁場搶走嗎？所以大陸的就及時補上這個空缺，而且大陸還有一句話，這個蠻清楚，他說補齊了台灣島東部海底地圖是什麼意思？哈，這個有軍事意涵，因為台灣島東部的海底是馬里亞納海溝，那個是過去大陸做反潛作戰，對美國或者世界各國的潛艇在那邊深入潛個300公尺，你拿不住的，你搞不清楚，那個出來就很快。那所以現在他能夠在這個地方東部水域哈補齊這一塊地圖。那個基本上，我覺得軍事意義很大，而且它基本上已經在治理了，近海治理，所以過來的不是只有海巡船，也不是只有軍艦，它還有什麼？
探測船，把你的水文、海底下的這些構造，它做一個完整的資料相關的水情啊，一些相關資訊都收集到。我認為這一次日本跟菲律賓是弄巧成拙，正好給中國大陸一個機會，你提供了機會，大陸回應就直接進來，而正好台灣這邊的反應又說好像不干我們的事，那不干我們的事，那大陸那就我來管了。就這麼，你講到重點了。這一次中國大陸的一個態度跟立場就是，既然台灣不出來管，那就我來管。結果一管呢，就像剛剛講，這個公務船也在了，海警船也來了。海警的背後當然就是海軍了哈。那接下來大家也關注的是說，在東部外海，台灣東部外海這邊，下一步大陸方面的作為會是什麼？因為現在已經開始說要強化在台灣東部外海的執法，所以下一步可能是什麼？那台灣方面想好了應對的方法了嗎？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是一步一步來了。就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就是先讓行政，他們除了海警船以外，還有海事管理船。因為海警跟海事管理其實不一樣，海事管理還有包含進出入的一些船籍的核對登陸，還有一些相關航道的測繪管理。那這些其實都是落實行政權的一個部分。另外一個我要提醒大家可能都忽略這一點了，就是台灣東部外海過去是我們海軍跟美軍、日本的潛艇預設獵殺區，就是這個區域是非常有利潛艇移動。那你在這個地方是針對解放軍的船隻從不管是東海還是從台海往太平洋前進的路線上面，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好的潛艇獵殺區。那很抱歉，這次獵殺區的地圖都被畫光了。所以老師您覺得哈，就是當然剛剛提到說，其實沒有想到在這個 EEZ 的背後，其實還有很多是跟軍事方面有非常高度的戰略考量的，就等很久，那忽然你給他這個機會了，本來可以接到這個球。